好，我是猫哥。大家有没有觉得精品包现在价格真的是节节的攀升？Chanel来说呢，今年以来呢，大概每次上新它就会涨价一次。经典的 Classic Flap 啊，在8月的最新的一个售价呢，其实已经来到一只包要25到30万了。这大概跟3、4年前相比，大概已经是涨了1倍以上了。那爱马仕呢，包包涨价幅度虽然不高，但是 Birkin Kelly 的配货比也是节节攀高。过去1:1大概就1:1:2大概就有机会拿到一只你心爱的包包，现在不知道要1比多少，你才有机会看到包包的踪影。也因此呢，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呢，对于是不是要改去买，比方说二手包或者是 vintage 包呢，就越来越有兴致。今天就会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到底大家都是为了什么去买二手包，或者是为了什么去买 vintage 包？那以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，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呢，到底哪些包包我觉得是最适合从二手或 vintage 市场去掏的。那以及当你要入手二手包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？有没有什么雷不能踩？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品牌不该买？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。我觉得高 CP 值啊，大概是很多人初入二手市场，会去想要在二手市场掏包最主要的原因。其实我觉得我大概在10几年前刚开始接受二手市场的时候，大概也是这样。我希望可以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掏到一只相对来说成色很美，而且又非常经典的经典包款。那在高 CP 值里面，我觉得大概分成2类，一种就是所谓的经典中的经典，另外一种是品牌呢复刻过去非常红的爆款。那我先介绍第一类，所谓的经典中的经典呢，大概有哪些包包？以爱马仕来说，我觉得它最知名的2大经典包款，大概就是Jane Birkin 的 Birkin 包，还有就是被 Grace Kelly 一杯成名的凯利包。这2只包呢，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在中古市场想办法掏看的。那当然，因为现在配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嘛，所以这2只包呢也涨得非常的厉害。但如果今天大家真的想要贪点小便宜的话呢，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掏一些30年以上的老包。以我手上的这只凯利包来说，我大概是几年前在日本的中古店掏到的。我印象中，这只当时掏的价钱呢，大概是接近6000块美金左右。那当时的凯利的专柜价约莫是8000块美金裸包啦。那你就会发现说，其实你还是有机会在中古市场掏到稍微比较便宜的包包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？原因是因为中古包呢，什么叫中古包？大概就是它的年龄超过30岁。这只包呢是1984年的，所以它使用的痕迹稍微会比较明显一些些。第二个是它是 box 皮革，所以它的保存难易度会比其他现在新出的 Togo 皮稍微难一点。所以这样子的包款呢，基本上就有机会就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 deal。那我自己很喜欢这只包，到目前为止也不断在使用。那除了爱马仕的包之外呢，Chanel 呢也有所谓的超级经典包款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有谁呢？第一个就是2.55，2.55是 Coco Chanel 呢他自己 design 的一只包包，这只包包的时间也非常的久，大概有60年以上的一只包款。2.55它基本上因为它在市面上的流通率非常的多，所以你在二手或中古市场都很容易找到它。那除了这只包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就是 Classic Flap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手上的这只也是中古系列的 Classic Flap 呢，它基本上是卡尔拉菲尔的成名之作，在1983年的时候就出来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2.55跟Classic Flap出来时间都非常久，特别是它每年都出的黑金色跟黑银色，其实二手的流通率非常的大，所以大家就会有机会掏到相对成色好、价格又比较合理的包包。我们对比一下价钱，今年最新的 Classic Flap 的价钱一只包已经来到25到30万了，看大小。一般呢，你在二手或 vintage 市场掏到的正常的价格呢，约莫会落在10到20万之间。大家可能会想说，这个价差还蛮大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。除非你掏的是一些很特别的款式或材质，如果你只是掏一般的这种羊皮黑色、黑金款或黑银款的话，因为量都很大，那基本上呢，依据成色或者是包包的年份呢，它会有比较大的落差。如果你入手的这只包呢是所谓的近代款，可能是2020年出的、2021年出的这种近代款的包包，又是全配全新的状况，价格就会比较接近在20万，它可能就会落在可能16万到20万之间。但如果你掏的是一只老包，就是它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，而且它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使用的痕迹的话，
话呢，你有可能机会掏到的价钱就会是在10万到15万之间。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掏到经典款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二手市场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。那除了我刚刚介绍的爱马仕跟Chanel 之外呢，还有2只包，我觉得也算是在二手市场里面算是非常的经典款。Louis Vuitton 就是 LV 他们家的 Speedy 这只包呢，其实也是被知名的女明星奥黛丽·赫本背红的。那当然，它的历史我觉得在 LV 的所有包款里面，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老吧。那这样子Monogram 这个 Speedy 呢，我觉得大家在任何一家 Vintage 店或二手店应该都很常看到。那因为量真的超大的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这几包的价钱跟专柜的价钱来说，落差其实是很大的。一指就是你在外面掏到的包呢，价格跟专柜价相比，大概就是可能不到5折吧，你就可以掏到一只成色非常非常好的包。那还有一个品牌呢，是也不得不介绍，就是 Dior。Dior 我觉得它最经典的包款呢，其实就是 Lady Dior 被戴安娜王妃背红的。那其实除了经典款之外呢，大家在想要拿到高 CP 值的包呢，还有另外一条选择呢，就是找复刻款。其实每个品牌这几年都出了非常多的复刻款。以 Chanel 来说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就是几年前出过的这个Chanel 31这只包呢，其实当时出来的时候，我记得也是各大网红跟名模都背过吧。那当时出来一只包也是10来万，可是其实在很多年前，它也出过一只类似的包，价格大概就是新包的价格大概可能60%到70%的价格就可以拿到。那最擅长复刻自己包包的呢，其实就是 LV。其实这几年曾经流行过的，包含了邮差包啦、达芙妮啦、圆筒包，它都曾经是有所谓的中古款的。那价格呢，大概都是新款的可能3%到4%之间的价格就可以轻易的取得。那当然，除了我刚刚讲的 Chanel 啦、LV， 其实 Dior 的马鞍包，还有就是 Fendi 的 Bourget， 就是法棍包呢，也都是曾经出过中古款的。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挑一些所谓的这种老花款的包包，我其实比较建议大家直接去中古市场淘，原因是因为老花款的包包量真的太大了。其实你从专柜买回来之后，一买回来一落地，基本上就是贬值的开始。而且这个一贬呢，就是5折以下贬值。就是如果你不想要，就算状况再好，你卖给二手店，大概就是3折到5折之间的价格。与其这样，你不如就一开始就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一个成色好、比较好的包款。其实很早以前呢，就是大概我刚开始入坑的时候吧，我大概入坑二手包的时候，基本上我是追求高 CP 值，但是其实买包买了10几年，该买过的都买过了，所以就开始追求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我会开始希望我背的东西跟别人背的不一样，然后就有一些独特性，然后包含有加入自己的喜好，所以我就开始追求所谓的绝版孤品。听到绝版孤品，大家就可以想得到，就是基本上你背出去，很少人会给你转包，而且呢，你基本上呢，如果你要掏到这些东西，我个人觉得也是缘分，也不是你有钱就买得到，或是你想要买就买，就是可以随时的找到，其实都没有。那所谓的绝版孤品呢，在我的心目中大概有3个大的特性。第一个特性呢，就是它的做工呢，基本上已经不再有了，或者是它做工过去就是非常精细，现在已经不太使用这样的工法跟程序了。以Chanel来说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只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后背包界的这个天花板，就是Mini Duma。其实早期的他们这种包包都是用，你看很精，非常的精，连链条都非常的粗。这些链条呢，基本上里面都放了所谓的24K 金。那现在呢，这些包包呢，都已经不再使用这些材质了。另外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做工，这包这么小，但做工非常的精细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十字纹啊，每一个纹都是缝得刚刚好的。必须要感叹一下，就是跟现在的新包有点不太一样。现在新包常常缝线啊，都是缝得歪歪的啊，然后没对齐。可是其实早期的老箱是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的，所以我当时追求的就是一个绝版孤品的概念。那其实Chanel 它早期啊也很爱用所谓的半宝石。我其实看过一只包也是极美，它是2007年的一个半宝石的一个手拿包，大家可以看看。
这个是不是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艳的一只包？这样子的包包，我现在基本上也不太看得到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还有，如果说你喜欢的是珍稀皮革的包包，Chanel 呢，它其实从2018年12月，因为环保的关系呢，他们就不再使用所谓的珍稀皮革，包含鳄鱼皮、蛇皮、蜥蜴皮，它都不再使用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的是那种金灿灿的 Chanel logo 搭上珍稀皮革的包包呢，你大概只能在 Vintage 市场上去掏了。大家看照片里面这只红色跟黑色的背包是不是都非常的好看？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，他用一个这么金灿灿的 logo 放在上面，而且用一个那么贵气的皮革在上面，但是你看起来只会感受到贵气，而没有感受到老气。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就是孤品它独特的魅力。那此外呢，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属于孤品的，就是它是曾经出现过的季节款，但它可能是属于非常少量的限量款，所以它在市场上流通的量呢，本来就不太大。给大家看几个款式，第一个就是非常知名的挡脸包，就是被无数的 KOL 跟网红背红的这个爱心包跟圆脸包。那此外呢，就是我个人非常热爱的母子包，其实我觉得也是极美，而且母子包还蛮特别的是，它过去最特别是它用过很多独特的材质，像 3D 的材质或者这个珠光羊皮，我都觉得真的超美的，但是这个价钱真的太可怕了。那大家可能想说，怎么讲来讲去都是 Chanel？其实也有很多品牌出过一些我觉得算是蛮独特的季节款，给大家介绍几个。Fendi Bourget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法棍包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。其实法棍包它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登上中国的万里长城，当时出了一个系列，我个人觉得我非常的觉得很特别。你看到没？他就把中国的这种山水画刺绣的艺术放到他的包包身上。那甚至呢，他当时呢，为了要体现中国画的风情，他还把芬迪的这个所谓的 logo 呢，变成像是这种皇帝的这种印章的刻印，就是绣在上面。极特别。那其实它这个系列呢，也不是只有出过这个包款，它还出过了一些别的文化的，比方说意大利的一些文化的这种图腾啊，也是用刺绣刺上去。那 Bourget 它的这种所谓的特殊款呢，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，是你只要打开它的包包里面，就会发现它的内里呢，其实它会直接秀出它是哪一个时间出的，然后以及它是出现在什么样的秀场的场合身上。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大家有碰到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收的。此外呢，迪奥的马鞍包呢，我个人觉得它也曾经出过一些让我觉得非常惊为天人的，特别是它的牛仔的刺绣系列。他非常的擅长，就是用一些华丽的元素，比方说刺绣啦，或者是一些珠饰，放在这种非常 K9 的牛仔材质上面呢。我至今都还觉得，虽然这个是好久以前的老包，但现在看到我都觉得背出去呢，其实也是不落俗套的。这些都是所谓的珍稀的孤品。那第三个呢，会想要买就是二手包的一个原因，或者是vintage包的原因，就是现货，不用等。不用配货，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你要买一个包包还要看 sales 脸色，就是要么就要等待，或者要订货，或者是说你还要让他配好配满，让 sales 高兴，你才可以拿到包。那在二手市场或者是vintage市场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。那有些小伙伴可能想说，我不喜欢用过别人用的。那其实，在二手市场呢，有所谓的全新品或者是全新闲置品、进新品这种东西，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买了一大堆东西，那买完之后他就忘记了，他可能也没有使用。那当他们再拿去转卖的时候，就会变成所谓的全新的闲置品。甚至我还看过所有的配件都在，而且是连包包的那种所谓的膜啊都还没撕的，超级新的。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人家用过的呢，你就可以买这一种。千万不能碰的包呢，我个人觉得就是3种包。第一种叫拆改包，拆改包就是有些人把包包呢整个拆掉，请人家重做。那基本上多数人没有办法判定拆改包是真包还是假包，所以呢，我会建议大家都不要买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所谓的染色包或转色包。大家可能在想说染色跟转色的差异是什么嘛？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你可能买了一个白色的包包，用了几年之后它泛黄，你把它染成同样的颜色还是白色，它就叫染色包包。那如果说你把这个白色包包呢改成别的颜色，比方说黑色、黄色、红色呢，我们就叫转色包包。那在二手市场里面呢，染色跟转色的包包会特别的便宜，其中转色包包还会比染色包包更便宜。但是如果可以，我建议大家不要购买，原因是因为如果有一天你要在转卖的时候，
多数的二手商家他是没办法判定你的包包是真货还假货的，所以他们会倾向他们不收，所以就会建议大家不要买染色，也不要买转色的包包。那我也相信很多小伙伴呢，在买包包的时候，他非常的 care 是保值这件事情。那我就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品牌呢比较保值，跟什么样的品项比较保值。我大概把所有的品牌分成4大类型。第一大类型就是保值之王，保值之王其实就是爱马仕跟Chanel，特别是他们的经典包款。如果今天你拿到的是一个相对好的尺寸、好的颜色的 Birkin Kelly 或是 Classic Flap 2.55呢，原则上呢，你转卖给二手店的时候，你的价钱大概都可以是在5成6成以上。那如果是一些珍稀或大家很疯抢的size 的话呢，甚至可以是超过原价的把它卖掉。那第二种呢是Dior 跟 LV 的一些经典款式。Dior 跟 LV 在二手市场的行情，其实我觉得也还算可以，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经典款式 Lady Dior 啦，然后或者是像Speedy 啦，然后甚至马鞍包啦这些的，价钱其实也都还不错，特别是老花款的部分相对来说保值，所以你有机会呢是在可能4折5折的状况之下呢，把它就是卖给二手店。那第三种呢是，如果你要卖它呢，你一定要在它当季还很火爆的时候就赶快把它卖掉。就是假设说你已经不喜欢的话，这些品牌大概有哪些呢？就是BV 啦、Fendi 啦、Celine 啦、Gucci， 原则上他们每一年都会出到1、2个所谓的超级爆款。那当年度呢，其实每个人都会疯抢，都超级想要的。所以如果你背一背，过一段时间你不喜欢，你就赶快把它卖掉。原因是因为这些品牌到隔1年的价钱，一旦它不红了，它的价钱就会3级掉，可能原本5成可以卖掉的价钱，马上就变成3折以下，甚至会更低的价钱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BV 这几年非常火爆的云朵包，我记得2年前云朵包真的非常爆红吧，大概就是 KOL 人手一支。当时如果是你在它还火红的时候就不喜欢呢，就把它卖掉，你大概还有机会拿到大概1半的价格。但如果你是今年把它卖掉，应该已经3折不到了，所以它就是属于衰退的很厉害的包款。最后一层呢，你知道所有的食物链都有底层食物链，最后一层呢，我个人觉得，除非你真的超级喜欢，不然我是不太建议大家碰这些品牌的包包的。比方说 Burberry、Chloe、Miu Miu，还有就是专门做珠宝的 Cartier 跟 Bulgari。我也实话说，其实这些包包，这些品牌呢，他们知名的都不是他们的包包，所以你就好好买他们的珠宝啦，好好买他们的衣服啊，好好买他们的帽子就好了，你就不一定要买他们的包包。如果你真的要买，真的很喜欢，那就使劲的使用它，不要想要再把它转卖，因为转卖的价钱都会差到你无法想象。那如果大家呢对于二手包包的买卖 tips 有兴趣的话，我之前其实也录过一个视频，我会把它放在上面。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了，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心目中的梦幻的这个中古包、vintage包或二手包是什么呢？或者是你自己购买二手包的经验。那也欢迎大家呢，就是要记得点赞跟订阅我哦。